在以往的节目中啊，我更多的是关注加拿大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生活，但是呢，一直对加拿大的历史介绍的比较少。的确啊，在我们的印象当中，加拿大不过是一个建国才150多年历史的国家啊，其中绝大部分时间呢，还都是英国的殖民地和附属国啊。这么一个时间短又没有什么独立性的国家，那么能有什么精彩的历史呢？的确，对比几乎所有传统的民族国家，甚至是对比美国，加拿大都要年轻很多。但是呢，加拿大能够走到今天，一个拥有4000万人口、经济体量世界前10，并且拥有强烈的自豪感的一个主权国家，那么必然也是靠一段段历史书写而成的。今天啊，大伟就将带您穿越时空，一同来回顾3场对于加拿大至关重要的战役。他们不仅是历史书上的几个日期啊，更是塑造了加拿大这个国家的独特精神和国际地位的重要里程碑。那么3场战役分别是1813年美国入侵加拿大时的沙托盖战役，1917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当中的维米岭战役，以及1944年2战诺曼底的朱诺海滩登陆战。那么这些战役啊，不仅仅是军事上的胜利，他们更深刻定义了加拿大人民的韧性、团结、勇气和国际责任感。准备好了吗？让我们来一起探索这些鲜为人知却对加拿大意义非凡的故事。首先来看沙托盖战役啊，这是一场美国和加拿大的生死较量。众所周知啊，美国于1776年独立之后呢，一直是希望将英国人彻底赶出北美，更是垂涎占领北部的加拿大。在1812年，美国趁英法之间陷入战争啊，无暇顾及北美，开始大举入侵加拿大。当时在加拿大的少部分英军以及加拿大的英裔、法裔和原住民共同组成的民兵联合在一起，一起抵抗美国的侵略。1813年，美国入侵进入第2年啊，战争也进入白热化。美军开始集结兵力，两线进攻魁北克。东线呢是从东向西沿圣劳伦斯河的水路进攻啊，计划先拿下魁北克城，然后一直向西推进，直指蒙特利尔。而另外一支西线部队呢，则从纽约出发，沿这个沙托盖河北上，直插蒙特利尔。那么如果攻下了蒙特利尔，就等于是切断了上下加拿大之间的交通补给，也就是切断了安大略和魁北克之间的联系。那么2支美军会合之后呢，也就彻底占领了整个的魁北克省，那么也就是当时一半的加拿大国土。我们今天要说的沙托盖战役呢，就是决定着魁北克甚至加拿大命运的一场转折之战。它没有血肉横飞的史诗级冲锋啊，也没有撼天动地的炮火轰鸣，但是呢，它却是像一枚精准的棋子，彻底改写了1812战争的走向。沙托盖呢，就在蒙特利尔的近郊啊，直线距离只有20多公里，等于是美军在兵临城下的时候呢，加拿大军队打的一场阻击战。那么这场战役中啊，美军的主将是詹姆斯·威尔金森少将啊，率领约4000人的美军。4000人按照现代战争的标准啊，并不是很多，但是呢，在19世纪的北美，已经算是一支庞大的军队了。而且啊，他们装备精良，训练有素，是地地道道的正规军啊，看上去势不可挡。然而啊，挡在他们的面前呢，则是一支由加拿大民兵、原住民战士以及少数英军组成的杂牌军，总数呢才只有几百人。他们的总指挥呢是加拿大法裔的萨拉贝里中校。那么几百人对4000人啊，简直是螳臂挡车。加拿大的萨拉贝里中校啊，深知自己兵力上的劣势，他没有选择正面硬碰，而是运用了以弱胜强的东方智慧啊。他命令手下在河边密林深处啊，秘密砍伐树木，建造了一道又一道的障碍。那么这些障碍物呢，被巧妙地布置在河岸两侧，形成了一个个天然的防御工事。同时啊，他还派出了侦察兵，在美军行进的道路上制造虚假情报，迷惑敌人。1813年的10月26日清晨，浓雾弥漫，沙托盖河一片寂静。美军的先锋部队呢，沿着沙托盖河向北推进，而对前方的危险一无所知。当他们穿过一片沼泽地，进入萨拉贝里中校精心布置的伏击圈时，突然呢，枪声四起。这不是大规模的骑射啊，而是一阵阵零星的枪声从树林深处传出啊，时而近，时而远，仿佛四面八方都有敌人。
那么这些枪声啊，再加上原住民战士特有的战吼啊，在浓雾之中被放大，听起来就像是成千上万的敌人正在发起猛攻。加拿大的士兵们啊，穿着深色的衣服，与丛林融为一体。他们利用熟悉的地形呢，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不断的移动，制造出兵力众多的假象。美军呢，被这种突如其来的突袭啊，彻底搞懵了。在这样混乱的环境中呢，他们无从判断敌人的准确的位置和数量，也无法组织有效的反击。而更加糟糕的是啊，美军的通信系统也被破坏了。那么在丛林当中啊，这种传令兵的呼喊声很快就被树林以及枪声所淹没，无法准确地传达到后方。指挥官们啊，对前方的战况是一无所知，只能听到零星的枪声和士兵们惊慌的呼喊。美军的士兵们开始感觉到恐慌啊，他们无法看清楚敌人，只能感受到威胁是无处不在。而在这样巨大的心理压力之下呢，士兵们士气也开始崩溃，一片混乱。先锋部队开始自相残杀，一些士兵呢因为误判而向自己的战友开枪。美军的总指挥威尔金森将军呢意识到，在这种情况下继续前进已经是毫无意义了。他的部队呢在心理上已经是失败了。虽然呢他拥有压倒性的兵力优势，但是面对这样一个看不见的敌人，他只能是选择撤退。沙托盖战役啊，就这样以一种近乎荒诞的方式结束了。美军是损失了不到50人，而加拿大军队伤亡呢，则更是微乎其微。然而啊，这场战役的意义却远远超出了这个数字。它彻底粉碎了美军攻占蒙特利尔的企图，为加拿大赢得了宝贵的喘息时间，也为后来的谈判呢奠定了基础。萨拉贝里中校和他的杂牌军呢，是以智慧和勇气，在加拿大历史上书写了一曲无声的胜利之歌。这场战役呢，证明在战争中，兵力并非是唯一的决定性因素，策略、士气以及对地形的熟悉呢，往往能够发挥出意想不到的力量。有时啊，伟大的胜利并非是来自于震耳欲聋的炮声，而是源自一场巧妙的无声之战。沙托盖战役呢，对加拿大历史的意义是极其深远和关键的，尤其是在于塑造民族认同感和独立意识方面，是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沙托盖战役的胜利啊，并非是完全依赖于英国的正规军，而是由少量英军再加上更多的加拿大民兵以及原住民战士的协同作战的结果。这突出了加拿大本地力量在抵御外敌入侵中的关键作用，也证明了当地居民在保卫家园方面的决心和能力。尤其是原住民部落啊，在战役中发挥着重要的侦察和骚扰的威慑作用。那么这也极大地加强了加拿大的民族认同感。虽然大家来自不同的族裔啊，说着不同的语言，但是面对共同的侵略者，那么所有的加拿大人都能够团结起来，共同抵御外敌。这对于处于美国和英国两个强国阴影之下的加拿大呢，第一次有了国家和民族的认同，是一次重要的精神鼓舞。那么这场战役啊，也为后来加拿大的独立建国播下了重要的思想和情感种子，是加拿大国家形成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页。那么如果您觉得沙托盖战役规模太小啊，那么下面我们要讲的维米岭战役则是一场极为重要的大会战。维米岭战役呢，是一战当中的一个重要的转折。一战呢，我们都知道是1914年爆发，那么作为英联邦成员的加拿大呢，也是参与其中，共有62万名加拿大军人前往欧洲参战，而当时加拿大的总人口也只有800万人，等于是总人口的8%都加入了战团，而其中呢，约6万1千人阵亡，17万多人受伤，那么这也使得一战成为加拿大历史上最为惨烈的战争之一。1917年初，战争呢已经持续了将近3年，一战的西线战场呢已经陷入了可怕的僵局，战线呢从比利时海岸一直延伸到瑞士边境，几乎是遍布西欧。双方呢都构建了极其复杂的战壕系统、地堡和铁丝网，使得任何一方都难以取得决定性的突破。士兵们呢是长期生活在泥泞肮脏的战壕中，饱受炮击、机枪扫射和毒气攻击的折磨。每一次大规模的进攻啊，无论是索姆河战役还是凡尔登战役，都以双方巨大的伤亡而告终，却鲜有战略上的重大进展。
那么数百万的生命被无情的吞噬，前线呢却纹丝不动。尤其是英法军队啊，士气是跌入谷底，上上下下疲惫不堪。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呢，法国北部的维米岭的战略价值啊，就显得尤为重要。维米岭呢是一道绵延约14公里的高地，那么居高临下，可以俯视整个的多塞平原和周边重要的铁路交通线。德国人啊，早在战争初期就占领了维米岭，并将其打造成一个几乎坚不可摧的要塞。那么拥有多层的战壕啊、深埋的地堡，以及火力交叉的这个机枪网络和密集的铁丝网。法军和英军呢，曾经多次试图攻下维米岭，但都损失惨重，未能成功。对于协约国而言啊，维米岭犹如是插在喉咙里的一根钢刺，严重的阻碍了后续的战略。尤其是对于法国而言呢，1914年到1917年，单单在维米岭就伤亡了至少15万人，可见啊这一军事要塞的重要程度。1917年初，盟军呢是决定派出加拿大的军团来啃下这个最难啃的硬骨头。加拿大军团呢由来自加拿大各省的年轻人组成，他们有来自于广袤的草原，有的来自于寒冷的海岸，有的说英语，有的说法语。他们远渡重洋，来到欧洲这片陌生的战场，为他们认为是正义的战争而战。而在此之前呢，他们虽然英勇，却总被视为是英帝国军队的一部分，缺乏独立的身份。而这场维米岭战役呢，也被加拿大军团视为是体现国家荣誉的最重要的一场战斗。在维米岭战役中呢，当时加拿大军团是投入了全部的兵力，4个师，总共是10万人参加了战斗。加拿大的总指挥呢是第1师的师长亚瑟·克里将军。克里呢并非是传统的职业军人，他曾经是一名地产商人啊，但却拥有超凡的军事天赋和对士兵的深厚关怀。他坚信啊，要攻下维米岭就不能重复之前的旧战术，而是要依靠周密的计划和士兵的智慧。克里将军和他的幕僚们啊，没有急于发动进攻，他们花费了数个月的时间进行了侦察，绘制了详细的德国的阵地地图，甚至用模型沙盘模拟了整个地形。他们发明了新的炮兵战术，将炮火与步兵推进精确协调。他们训练士兵呢，使用新式的蠕行战术，让炮火在步兵前方数10米的距离一点一点地推进，为步兵提供掩护。他们甚至在地下发掘了好几公里的隧道啊，以便士兵在进攻前呢，能够秘密抵达德军阵地的附近。每一个士兵啊，都清楚地知道自己的任务，他们被详细告知作战计划啊，知道每一步该做什么，如何应对接下来要出现的情况。这是有计划的突袭，而不是盲目的冲锋。1917年的4月9日清晨，复活节星期一，天色阴沉啊，飘着小雪。凌晨的5点30分，数以百计的大炮发出震耳欲聋的轰鸣，数不清的炮弹呼啸着落在德军的阵地上，整个维米岭仿佛都在战斗。当天啊，发射的炮弹就高达25万枚，这也是人类历史上最密集的炮火攻击之一。在炮火的掩护下，加拿大的士兵们从战壕中跃出，他们冒着德军的机枪扫射，沿着泥泞和弹孔遍布的山坡前进。这是一场艰苦卓绝的战斗啊！德军的抵抗异常的顽强，每一个地堡、每一段战壕都在厮杀，在血战。那么其中的一段战壕里啊，埃里斯·斯福顿下士的故事呢，将被永远铭记。他的排呢，在进攻时被德军的机枪火力压制，难以动弹。斯福顿呢，毫不犹豫地单人冲出掩体，直扑机枪。他一个人呢，用刺刀解决了几名德军机枪手，但却在随后赶来的德军手榴弹攻击中的牺牲。正是他这种视死如归的勇气，为战友们打开了前进的道路。仅仅是过了几个小时啊，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情发生了。到了4月9日的下午，大部分维米岭高地已经被加拿大军团占领。而到了4月12日，整个维米岭都牢牢地掌控在加拿大士兵手中。这场胜利呢，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加拿大军团伤亡是超过了1万人，其中呢3600人阵亡。然而啊，维米岭战役的胜利不仅仅是攻克了一座高地，更重要的是，它为加拿大赢得了世界的尊重。这是加拿大军队呢首次以独立单位的身份取得如此规模的决定性胜利。
它证明了加拿大有能力规划、执行和赢得一场复杂的现代战争。维宾岭的成功铸造了加拿大的国魂。正如许多历史学家所言呢，正是在维米岭的泥泞和血泊当中，加拿大从一个英国的殖民地成长为一个独立的国家。战役结束后法国政府将维米岭附近将近100公顷的土地赠予加拿大，并建造了著名的维米岭纪念碑。纪念碑呢由2座高耸的石塔组成代表着加拿大和法国之间的友谊。直到现在每年都有很多加拿大人来到这里，缅怀先烈，感受那片土地上曾经的荣耀和牺牲。下面时间呢是来到了1944年，二战时期呢最重要的一场战役——诺曼底战役。1944年，第2次世界大战呢已经是持续了将近5年在东线呢，苏联军队在斯大林格勒和库尔斯克呢是取得了对德国的决定性胜利，但是呢也付出了天文数字的代价，并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在西线呢，盟军是已经通过北非和意大利战役呢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是尚未直接威胁到德国本土。以美国、英国和加拿大为主的盟军的高层意识到，要彻底击败纳粹德国，必然要在西欧开辟第2个大规模的战场，迫使德军分散兵力，从而减轻苏联在东线的压力。同时这也关系到战后欧洲的一个政治格局。西方盟国呢，希望能够在苏联红军抵达之前解放西欧大部分的地区。所以诺曼底登陆将成为彻底改变二战的一次标志性的转折。诺曼底登陆的5大海滩呢，被分为美军负责的犹他和奥马哈英联邦部队负责的黄金、朱诺和宝剑。其中朱诺海滩被分配给了加拿大的第3步兵师和第2装甲旅。他们的首要目标呢，就是突破海岸防御，然后迅速向内陆推进夺取重要的公路和铁路枢纽，切断德军的增援线路，并建立起一个坚固的滩头阵地。1944年的6月6号，黎明前的黑暗笼罩着英吉利海峡。在诺曼底海岸线外数千艘盟军的舰船像一片漂浮的城市，正在悄然逼近。这是一场前所未有的伟大行动，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2栖登陆战即将打响。在5个主要战场之一的朱诺海滩将迎来一群年轻而坚韧的战士，他们就是来自地球另外一端的加拿大军团。清晨，海风凛冽，随着一声声命令呢，登陆艇从母舰上放下，载着加拿大士兵们劈波斩浪向着朱诺海滩冲去。德国人呢，显然也是在风暴前的宁静中感受到了危机。海岸线上的炮火和机枪呢，在发现登陆艇后，马上开始猛烈开火。朱诺海滩的德军防御工事呢，比预期中更为坚固。混凝土堡垒、钢筋障碍，那么雷区以及密布的机枪火力呢，构成了死亡陷阱。盟军预先的轰炸呢，效果并不理想，许多障碍物呢，仍然是完好无损。登陆艇搁浅，士兵们必须在没过腰身的海水中涉水前行，每一步都伴随着死亡的威胁。洛基富尔顿中士呢，是温尼伯来福枪团的一名连长。当他的登陆艇被炮火击中时呢，他迅速组织幸存的战友跳下船寻找掩护。他看到身边的伙伴一个接着一个的倒下，但是呢，他并没有退缩，带领着剩余的几个人，利用登陆艇的残骸呢作为掩护，向着最近的德军机枪阵地发起冲锋。他的冷静和勇气呢，为身后的战友们争取了宝贵的喘息时间。温尼伯来福军团呢，也是登陆战中阵亡率最高的加拿大部队。许多连队呢，在登陆的头几分钟就损失了超过50%的兵力。但是呢，加拿大军团的训练和纪律呢，在此时发挥了关键的作用。他们并没有像其他的海岸线上的盟军部队那样被完全的压制，而是以惊人的速度突破了德军的第一道防线。加拿大军团不仅仅是突破了海岸防线，他们还深入内陆，是在地日推进最远的一支盟军部队。但加拿大军团呢，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一天中近1200名士兵伤亡。那么在盟军的5大海滩中呢，是位列第3，仅次于奥马哈和宝剑海滩。朱诺海滩不仅仅是盟军登陆诺曼底的关键一环，更是加拿大民族精神的又一个里程碑。
那么在这片血与火的海滩上，那些来自加拿大的青年士兵们用他们的勇气、坚韧和牺牲赢得了世界的尊重，也铸就了加拿大作为一个独立国家的骄傲和荣耀。2次世界大战中加拿大作为英联邦国家派遣了大量的军队参与英国的战争。那么2战中，加拿大总共是派遣了100万名军人参战占全国人口的总人数达到 9%， 这一比例呢，甚至是超过了1战。朱诺海滩战役呢，也是加拿大军队首次在如此大规模、如此关键的战役中独立承担重要的攻坚任务。加拿大第3步兵师和第2装甲旅，以及加拿大皇家海军和皇家空军的配合，都展现了加拿大作为一支独立且高效的军事力量的能力。如果我们说之前提到的维米岭战役被认为是加拿大民族觉醒的一个标志，那么朱诺海滩战役则是进一步巩固了这种觉醒。在2战中加拿大以自己的名义向德国宣战，并作为盟国的重要一员参与战争。朱诺海滩的胜利呢，证明加拿大在世界舞台上拥有独立的军事实力和战略决策能力，为其在战后获得广泛的国际认可和主权独立呢，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可以说沙托盖战役、维米岭战役和朱诺海滩战役这3场横跨了近150年的战役，共同铸造了加拿大独特的国家精神。从早期保卫家园的韧性与联合，到1战中民族意识的觉醒和专业精神，再到2战中作为独立力量的勇敢担当与国际责任感。而除了这3场有代表意义的战役呢，加拿大在亚伯拉罕平原战役、在昆斯顿高顿战役、在伊普尔战役、索姆河战役、迪耶普突袭以及解放荷兰中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加拿大是一个爱好和平甚至与世无争的国家，但是呢，在面对强敌入侵、面对2次世界大战中的法西斯时呢，这个国家也从来没有过退缩。加拿大虽然历史很短但也绝不是一蹴而就。那么今天的加拿大呢，是由一段段可歌可泣的历史书写而成的，更是由一个个牺牲的生命共同铸造而成。好了，感谢您收看本期的大卫探秘加拿大，我们下期再见。